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密。今天節目的大主題，我們會帶觀眾朋友特別剖析：川普打開地獄之門了嗎？最新攻勢，伊朗的飛彈100%，他說已經可以完全的命中。打爆美軍了。另外，在美軍要擔心的部分，還有 CIA 的中東據點連環遭拔除，怎麼回事？巴林這時候緊急部署，竟然部署的是中國大陸的 FK2000防空系統。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做一個深入的剖析。先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密好，各位朋友好。好，還有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密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在關心我們的美伊戰事之前，記得先幫我們的節目按讚、按下分享，並且按下熱推薦。希望跟我們互動的一樣，寫下思密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親自回復觀眾朋友們的留言。那麼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環球大戰線的會員頻道，按下加入就可以加入這個頻道了。那麼今天美伊戰事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一樣呢，我們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第一個，川普喊說地獄之門要打開了，但是現在怎麼看起來地獄真的先降臨在美軍的身上呢？等一下我們會來解析，包括了伊朗的飛彈已經5天4次的襲擊美軍的基地，地下飛彈城現在呢這個基地的庫存甚至重啟了，難道美軍低估了伊朗的反擊能力嗎？第二件事情，現在是連美軍的第5艦隊所在地，也就是最近被狂轟的巴林都出現了，竟然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制的近程防空系統，怎麼回事？現在海灣的盟友是不是在重新美國到底有沒有能力保護他們，所以改用中國武器了呢？再來第3個事情，來看到伊朗現在精準打擊了美方 CIA 的秘密據點，背後還說有俄羅斯它的情報跟衛星做支援，如果美國的情報網真的被突破了話，戰爭會不會進入更危險的階段呢？今天就3個議題，我們會請來賓幫我們做深度的剖析。好，我們來看到最新進度是川普的放話，從現在開始，只要伊朗敢去攻擊任何荷姆茲海峽周邊的船只，川普說他都會直接報復。那他說呢，打擊的範圍也非常的廣，他會立即轟炸伊朗的民用的橋樑或者是他們的發電廠，並且揚言已經命令美軍接下來要打開地獄之門了。話是這麼喊，伊朗是立刻有動作了，立刻回嗆。如果川普敢炸他們的基礎建設，就會鎖定這一些美軍在中東的石油、天然氣，甚至是電力的設施，這些盟友們的設施，阻止任何一滴石油可以出口。伊朗的外長也怒嗆，會以眼還眼，任何侵略都會迎來最大、強烈、決定性的一個報復行動。立刻來看到的是伊斯蘭革命衛隊針對於美伊戰事做的這個直接的攻勢，伊朗已經5天4度的攻擊約旦基地了，一共是造成3名美軍陣亡，數十人受傷，多架直升機也都被摧毀。而且傳出呢，伊朗一共是發射了3枚的飛彈，分別命中了當地的機庫、營房、體育館。重點來了，伊朗說他們現在呢，飛彈的命中率甚至可以高達100%。而今天呢，我們就軍武面來看到一些具體的軍事武器，也就是德黑蘭最新祭出的這一款中程飛彈，它叫做城堡破壞者。好，它具有什麼樣的一個小檔案？我們來看哦，它採用的是固體的燃料，透過衛星可以做導航，甚至射程達到900公里以上。意思就是說，它其實是可以覆蓋波灣的整個美軍基地的，配備機動重返大氣層的彈頭，所以可以閃避美軍的防空系統。那麼伊斯蘭革命衛隊還說呢，除了使用這種中程飛彈之外，我們還搭配了各種的攻勢，也就是飛彈加上無人機。那麼飛彈的部分，他們也特別提到了，除了法塔之外，還有各式的飛彈。那麼見證者無人機，甚至是其他的巡弋飛彈也用上了。英國的軍官特別指，這一次伊朗的攻勢就叫做混合打法，混合了飛彈加上無人機來協同，做上一個史上最高的一個境界的打法。也就是先用低空的無人機來干擾他們的防空系統，最後再用高速飛彈進行精準的打擊。現在呢，美國要擔心的事情還有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最新報道，伊朗的地下基地已經恢復運作了。原本呢，赫格塞斯跟川普是說呢，這個地方的
這個飛彈庫存只剩2成而已，現在看起來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的。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了伊朗的地下飛彈基地全面復活，等於說我們剛剛看到的一系列新型的導彈也全部出籠了，而且這個伊朗他自己說的命中率100%高的驚人，到底用了哪一些新的戰術？而川普口中說他要開啟的地獄之門，會不會自己先走入地獄呢？酈將軍怎麼看？這個美伊雙方在今年6月中旬的時候，雙方簽了所謂的停戰的協議之後，那到現在為止差不多1個月的時間。這1個多月，美國跟伊朗這2個國家軍方分別在幹些什麼事情？我覺得美國是在準備這個回家休假了哈。你看到包括林肯號啊航空母艦，我們都講過很多次了吧？它上面的官兵已經200多天沒有休假，所以美國官兵心裡頭想的是不是這場戰爭告一段落以後，他們就可以回家了哈。那包括我們看到福特號也已經回去了，然後現在在美國波安，美軍在波安的一些這個空軍原來的預警機、加油機也都撤回美國本土哈。所以美軍很明顯的是在準備休假，但是這段時間伊朗在幹什麼？伊朗在挖它的導彈，從已經被這個轟它的這種地下的飛彈層裡面，再重新把它挖出來，包括無人機。那時候，這個美軍雖然說號稱對伊朗的這種無人機或者導彈的這種地下工事實施了大舉的轟炸，可是我們都研判你那個轟炸可能只能將洞口炸癱而已，那裡面來講很難損失到裡面。因為去年來講，我們看到美軍用了 GBU-57那種午夜重錘的行動，這個要攻擊這個伊朗的核設施了。但是那次動員了7架的這種B2 U-04轟炸機，但是投了10幾枚的 GBU-57，可是並沒有真的破壞掉這個伊朗的核設施，證明說是伊朗很多的它的武力它的戰力來講是保存在地下的工事裡面。所以美國如果你只大洞口來講的話，很難将它徹底的將它消滅掉。所以我認為這1個月的時間，伊朗在做的工作是在恢復它的戰力哈。那美國在這個準備要休假，所以2者之間我們就會很明顯看出來戰力的對比。那這次這個伊朗美軍為什麼可以100%的命中這個伊朗命中這個美軍的這些營房設施呢？而且命中率分別達到100%哈，它發射了3枚的導彈，同時命中在伊朗的在約旦的彈藥庫、機房還有體育館，那造成這個3名美軍官兵的陣亡。我覺得第一個原因哈，當然伊朗的導彈它有可能有某些國家給它一些新的技術，讓它能夠精進，譬如說是它可以避免更多的干擾哈。電子干擾對它來講沒辦法干擾。第二個，它的導航設施來講會更精準所以它可以命中得很精準。所以它這段時間我們看到伊朗在這導彈技術已經這個不是說是去年這個跟以色列互打的時候那種導彈的技術，它可以打得非常精準。第二個，當然我認為說是美軍來講的話，它的攔截的技能已經這個很明顯的衰退了。我們之前美軍用的都是所謂的愛國者或者是近程來講的話，它可能用霍克型的導彈來對這些導彈來實施攔截或無人機來實施攔截，但是很明顯的看出來是不是美軍來講愛國者導彈已經很明顯的不足，因為我們看到美國現在在波斯灣地區可以說是遍地烽火，除了波斯灣周邊的國家科威特、這個沙特、巴林、這個阿曼這個阿聯酋等等這些國家之外，現在戰火已經分別又燒到了約旦那北邊來講燒到了伊拉克、敘利亞都被燒到，所以它在這麼多的基地都可能遭受到攻擊貝多利分，你每個地方都要防備，那很難的說你每個地方都準備充裕的愛國者這個導彈來實施防禦，所以難免就會有空隙那再加上你的導彈成本又這麼貴，所以我覺得美軍的這一波這個被伊朗打擊，確實損失是非常嚴重。那後續會怎麼樣呢？我認為川普來講的話，現在戰也不是，退也不是，退的話他可能會這個伊朗一定會乘勝來跟他在乘勝追擊在談判桌上面會要的更多包括到荷姆茲海峽的掌控權。
這我想這是伊朗說他要達到的一个最大一个目的，就是以後荷姆茲海峽掌控權在他。好，那所以我們就看到說，伊朗他現在呢，在他的這個飛彈城在復活之際，各式的飛彈，我們剛剛也講紛紛的出籠之外呢，他的剛剛將軍幫我們講到了嘛，技術也變得更成熟，甚至精準度，伊朗號稱已經可以達到100%。那接下來這個。海灣國家他們要怎麼辦呢？於是呢，是不是就使用了中國製的近程防空系統？等一下，請賴老師來帶我們看。不過我們先來關心到這個，現在在一個美軍的另外一個伊朗的另外一個王牌就是現在的巴林了。它不只呢是第5艦隊的所在地，更是美國在波灣最重要的一個軍事上面的樞紐。但是呢，最近的事情就是我們看到影片這個巴林的基地一直受到攻擊之外，雷達設施也遭到摧毀，甚至前幾天伊朗還宣布成功摧毀了這個亞馬遜中心等等。公開的畫面就現在最新出爐了，竟然是看到巴林的沿岸開始部署了中國製的 FK2000近程防空系統，而且呢，一共是3套。好，帶觀眾朋友也看到這個防空系統的一些基礎的小檔案 ，CG 上面包括了飛彈、機炮，它是混合來做的一個防空系統，整合了包括了雷達、火控雷達、光電系統，搭載12枚的防空飛彈，還有6管機炮，甚至呢，它主要是專打無人機呀、巡弋飛彈，還有低空的精準武器等等。怎麼回事？為什麼突然間用了中製武器呢？賴老師怎麼看？這個美國一定很驚訝啊，因為美國到底事先知情還是不知情啊？我想，巴林向中國大陸採購了這3套啊，這 FK2000。的近程的防空導彈，因為我們都知道，你要使用這樣的一個高精密的一個武器，它並不是1-2天就能夠把人員訓練出來的，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去受訓、講解、拆解、維修，甚至還要進行多次的實彈的射擊，它才能夠確定能夠使用這一套的武器，所以它的時間是比較長的。那問題就在於之前美國知道還是不知道？那美國如果不知道，對美國來講，一定是非常的震驚。那第二個部分裡面就是說，如果這套武器在實戰中有效的話，那這個對於整個海灣國家會產生非常強大的影響力。因為我們都知道，海灣國家已經有若干的國家向中國大陸買武器了。例如說，我們知道沙特阿拉伯，它有跟中國大陸買導彈啊，也有跟中國大陸買防空的一個導彈，還有買這個彩虹的無人機等，它已經買很多類型的。最近像埃及也在跟中國大陸談有關於買戰艦的問題，甚至海灣國家也有一些國家也在思考要向中國大陸買戰艦的問題。那如果說今天這套防空系統在巴林的使用是有效的話，那相信會有更多的海灣國家就爭先恐後了向中國大陸買了。為什麼？因為這個愛國者導彈去打無人機，這個真的是我們講用大炮打小鳥，因為第一個太貴了，第二個數量不夠，第三個就是美國目前來講生產製造能力在供應方面也緩不濟急，這個對於巴林這些國家來說，如果繼續使用愛國者導彈，真的是在經濟上是不划算。第二個呢，就到底能不能這麼有效？因為目前看起來是無效的，很多地方都被突穿了。所以對巴林來講，它需要一個近程的。這個近程呢，也就是說，在距離1.5公里，1.5公里很近了，我們肉眼都可以看得到的這個導彈，也就1.5公里到25公里左右的這樣的一個的武器，你要把它擊落，而且它的高度並不高，12公里左右啊。問題是在於如何有效的把它擊落。中國大陸把這些所有的武器整合在一輛機動車上。就是8輪乘以8的這個，也就是2個8輪的車輛的這樣的一個機動車上的時候，你會看到它的機動性很強，它的布防能力很強，還有就是它本身每一輛車兩側總共有12枚的這個導彈，是，也就是防空導彈，還有機關炮，所以它本身對於來的比較慢速的它並不是對於超高音速的導彈有效，因為它的效能已經講得很明白。對於無人機，尤其自殺式的無人機，以現在伊朗它所使用的自殺性的無人機，它會產生很有效果。第二個，對於巡弋導彈，因為我們都知道巡航導彈它的
飛速是亞音速的是比較慢，所以它也會產生效果。另外對直升機，當然這次伊朗沒有直升機啊，沒有用直升機作為主力，但是如果對直升機也有效果，還有對精準的炸藥也有效果，所以它的效能事實上是蠻強大的。以伊朗現在的主力來說，以巡航導彈跟無人機來講，那這塊防空近程的防空武器，它就會產生足夠的效能。我個人認為，一旦在實彈中擊落了伊朗的幾個自殺式的無人機，或者是擊落了它的一些巡航導彈的話，那當然會引起海灣國家那麼向中國大陸下更多的訂單了。好，所以現在的狀況就是这些海灣國家認為說美國真的沒有辦法保護他們，他們現在自己轉向多加的使用中國大陸的武器系統來自保。那另外呢，其實不只是波灣國家非常緊張之外，美國現在在波灣地區的 CIA 美國中央情報局也要很緊張了。最近發生的事情是路透社自己爆料的，他說呢 ，CIA 在波灣多達10處的秘密據點竟然遭到了伊朗精準打擊，其中光是3月份，我們來看到美國駐沙烏地的大使館遇襲是最受關注的，當時伊朗先用他的見證者無人機炸開了外牆，再派出第2架無人機，沿着缺口又深入的做了攻擊。現在外界懷疑說，他可以打得這麼精準，是不是有俄羅斯的幫忙？俄羅斯的衛星導航跟情報資源來去打到 CIA 內部去了呢？而 CIA 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擁有許多內部很重要的設施，這當中設施包括了安全屋、情報中心，還有監控後勤點。現在最擔心的是，如果 CIA 被打穿，美國的情報網被破壞的話，這一場中東戰火會不會變得更加失控？楊老師怎麼看？其實，在就是剛開始的時候，美伊雙方的戰爭2月28號到4月6號的這段38天的這個期間，它陸續到了後期，針對就是在伊拉克巴格達首都的美國大使館的這個轟炸，那的確重創了美國在這個邊的整個指揮中心，還有就是 CIA 的總部。那因為那個美國大使館非常龐大，它裡面都還有這個停機坪，眾所皆知。那可是其實 CIA 在這邊的活動，尤其是在巴格達美國大使館，其實大家也都知道，那是作為它一個最主要的一個指揮中心。因此呢，它整個防範也非常的嚴密。平常的時候，其實就算以色列跟這個伊朗在交換飛彈的時候，伊朗也不會去刻意去打巴格達的大使館。但是到了今年3月開始，伊朗還什麼客氣的，也不保留了。他當然知道，尤其是2月28號。整個哈梅尼和另外48位的高層被炸，那當然他們認為這就是 CIA 跟摩薩德的這種，就是說整個滲透伊朗所獲得的情報才會有這樣子的效果。所以那個一方面是等於是沒有什麼忌諱，跟美國開戰；另外一方面呢，當然也是一種復仇，就針對 CIA。我是覺得現在在路透跟西方的媒體總是認為說，俄羅斯的協助一定有某種程度，因為你看到最近這一波，伊朗去打約旦的這些美軍基地，真的非常精準，那看着有一點覺得精神亢奮了。但是他的這種就是擊中，使得當地的美軍都已經就是沒有任何的防備。那這樣子的情報的精準，伊朗自己本身做得到嗎？所以他們就合理的推論，其實的確。俄羅斯的航太軍以及它的情報、衛星情報，是不是有提供給伊朗？我覺得是可以合理的懷疑的哈。尤其是你像是美軍的部署啊、活動的這些分析啊，特別在約旦，因為它在前面階段被炸的時候，它很多的基地設施都移到約旦這邊來，那當然約旦也就容易變成一個這個標的。那另外就是 CIA 在這邊的影響力呢，我覺得還是不要輕忽了。因為摩薩德它的影響力還是在的。那美國的 CIA 跟摩薩德，事實上，你在這個區域，你可以把它視為一個整體。好，那另外就是美國的中部總部在這邊所做的相關的這些情報，那是屬於軍事情報方面，我覺得其實大概仍然有它一定的這個布局哈。是。因此 CIA 中部總部、司令部以及以色列的摩薩德，我覺得這3個之間呢，在這個區域當然還是有它的影響力，可是都被打成這個樣子了，當然。跟以前完全不能比，他現在要到伊朗再去做大規模的這個暗殺行動，我覺得大概已經很困難。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